行了，你在下边等着我。哎，你为什么不找洪律师合作？你这个问题还真的是问到我了啊！我没往这方面想过。他是你的徒弟，又一起合作这么多年，比我经验丰富，也更了解你的办案思路。更何况，他现在还是合伙人。那原因你都列出来了呀？是不是相比较我来说，他更不容易被糊弄？应该说，相比于你来说，他更像个律师。行了，给我看好车啊，别被人磕了碰了。钥匙在这儿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哎，你现在去歌厅是不是早了点啊？对王博来说，已经有些晚了。王博代人沈荣是这儿的经理，可是他有继续给王博请律师的意愿吗？我之前给他打过电话，至少现在已经争取到了一个面谈的机会了。哎，对了，那个贩毒案啊，我建议你的辩护思路啊再斟酌一下。那串数字虽然听起来挺唬人的，但是我并不认为刑事审判庭会是一个能用煽情影响认定标准的地方。可是我开庭总得说点什么吧？改变一下思路，别一条路走到黑。喂，曹律师，听得见吗？喂。说什么呢？是为了看你这张脸吗？啊，是不是？再说了，这客人摸你一下怎么了？啊？还砸了我的饭碗。跪好了！申律师，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，关于您爱人死刑复核阶段的代理工作，麻烦您在这个委托书上签个字。人家都说呀，男人在外面养家，女人持家。哼，我倒好，这又要养家又要持家，还得出去打拼，挣钱把它给捞回来。哼，你说这个姓王的，是不是上辈子烧了高香啊，娶了我这么个傻媳妇儿？您签个字，
我就能去看守所会见，尽快开展工作了。乔律师，你看我现在这一个人过得也挺好的，你说我要是花钱把他给捞出来，我有什么好处啊？我没办法把他救出来。即便是在死刑复核阶段，我能够为他争取到些什么，他恐怕也要在里面待很长很长的时间。如果非要说您这么做会有什么好处的话，我可以为您辩护，免费。为我辩护？非法拘禁加故意伤害，我不知道检控机关会不会往涉黑和组织卖淫上靠。像这一类的刑事案件辩护，我的收费一般是在6位数以上，现在0折扣送给你。那我要是不接受你的辩护呢？我另外给你指条道，现在把他们仨放了，委托书你爱签不签？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，警察同志，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，两句话，还是得麻烦你把这个委托书签一下，你爱人可能罪不至死，真的，你相信我。这看样子我还用得上你的免费辩护啊？不是，这是15分钟之前的条件，你现在把委托书签了，我不单独就我自己受的伤。向你提附带的民事诉讼，你明白这意思吗？就是你白打我一顿。那你能省下不少钱，没准够请乔律师给你做辩护的。真是个奇怪的人。够。行了，还有2个。怎么这么多事？好，喝啊！我可以解释。别解释了，赶紧去医院，该验伤验伤，回头到队里把笔录录了。手机里有通话的所有录音是吧？哦，我发你。肖大律师，你应该知道什么是录音证据的原始载体。密码0515。你换这手，换这手。好，这个案子我们打过报告，看来还受到了最高院的重视。审是审，核是核，正是因为咱们院这么严谨，才让我们的后续工作能展开的更全面。也感谢你们没打撒把。把可以撒，人命不行啊。不好意思啊。好，那再见。谢谢。好。哎，刚才跟110的兄弟们处理个案子，猜我发言人吧。肖少廷已经拿到了王博家属的代理委托。这家伙连本都没有，他是怎么说服王博家属签的委托啊？代价惨重。哎，行，就在这儿。是这房间吗？哎，你这不能走吗？你干嘛还要一推车啊？这不他要的吗？好了，稍等一下吧，等一下护士来给你处理哈。我这不能走吗？你给我要什么推车？你看你脸上的伤，要不然还是拍个全身的片子吧。不用，我没事。哎，是谁说不要一条路走到黑来着？这个王博的爱人沈荣啊，是我现在唯一能够找到可以签委托书的直系亲属，我只有这一条路了。那我就把我的名字填在这个受托律师后面了。先别填。
死刑复核程序结束前，你的职业证不一定能恢复，有可能连听命程序都没结束。我知道。韩律师昨天跟我说，除了我以外，你应该没有更多选择。我现在头有点，回头再慢慢跟你解释啊。雷小坤的委托还没有拿到，如果你次次都这么惊险的话，就没有以后了。这次呢是有惊无险，再说了，这也是因祸得福。忙里偷闲，还能到医院里头来，等着漂亮护士小姐姐给我包扎。那怎么着？我给你换一个。哎呦，那个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呢是我会所里的工作搭档肖真，肖律师。这位是我的爱人唐初。准前妻。你好，你好。把话说清楚了，你快自由吧。那我先出去。表给我。哎呀，躺下之前你不说。怎么那么废话？手放肚子上。手。放肚子上。头不要动啊。这个伤害不大吧？不大。哎呦，你躺着吧。打架的时候怎么不害怕呀？唐医生出去等吧。谢谢啊。辛苦了。王博的老婆打过他，这娘们疯了吧？我都没打过他，跟哪儿呢他？他们现在已经被警察抓起来了，也不是那个女的，是那帮马仔打的他。就为了这个破案子。行了，说他也没用，他肯定是死要着不放，旧情难忘啊。什么意思？被害人朱红的老婆严秋，是他高中时期的女神。在我之前，那会儿大概的关系就是，老乔喜欢严秋，严秋喜欢邹亮，邹亮和老乔还是好兄弟。这么狗血吗？更狗血的是，朱红把严秋肚子搞大了，所以他们俩在一块儿真的是神展开。这个你到时候给他。哎，说起来，没听老乔提过你啊？哦，因为我进德治所的时候，乔律师他……哦，那他现在怎么和你？他一向是喜欢自己独来独往，一个人办案的，是吧？那个他的那个职业证暂扣了。暂扣？对，暂扣。是暂扣还是吊销啊？是暂扣。那什么时候听证啊？还没有通知。我虽然是医学院毕业的，但我也通过了司法考试。那会儿反正就是跟着他一起复习呗，但是他真的太笨，太笨，明明看一遍就能记下来的东西，半年都背不下来，还自己急了吧，还跟我抬杠。那不服气就一起考呗，反正说了，要输了呢，他向我求婚；要是赢了呢？我向他求婚，都一样。您刚才为什么说准前妻？啊，我们正在协议离婚。不过恕我直言，二位看着确实不像是要离婚的样子。婚姻嘛，保护的又不是爱情，你说是吧？可以出来了。谢谢。检查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？今天我还有好多事要办呢。
反正这该消毒的、该上药的，护士都帮你弄了。把条形码给我，到时候结果出来了，我把片子打出来。下班之后。今天周二啊，你不是上夜班吗？阿祖他放假了嘛，我都调成白班了。干嘛？不想见我？想躲着我？拜托你啊，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呢，如果没有性命之忧，你就别再把我招回来了。3位医生，谢谢你们，走了。你小心点啊！哎，那个消肿之前就先别见阿祖了。进来吧。哎，孤男寡女的就别关门了，我去换个衣服啊，马上下来。真的，就你现在这样，未必打得过我。还是不关的好。你随便坐。这个案子呢，我不是特别了解，但是即便知道了大概的情况，从判决结果来看，没什么问题啊。咱们来捋捋啊，王波和雷小坤呢是2个混子组合，多年来一直利用威胁、恐吓，甚至暴力殴打的方式来替人催收。他们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把人劫持在关亭湾旁边的山崖上，并且把人关在提前藏在树林里的笼子里，进行各种威逼恐吓。当时在山脚下有一水库管理员目击到了这一过程。你看一下，我给你选择了这么个风水宝地，你得感谢我。进去！快去！然而这次，也许是因为朱红不为所动，也许是因为王博和雷小坤想杀人立威，甚至有可能是比较年轻的雷小坤一时冲动。朱红，钱你到底还不还？没钱，我没钱，放了我！王博和雷小坤很快被捕。第2天，这个铁笼是在入海口附近被打捞出来。笼体经过水流的冲击和岩石的碰撞已经变形，但在笼内发现了朱红的衣物残留，并找到了 DNA 证据。朱红的尸体虽然没有被立刻找到，但是可以做出死亡的合理推论。王博和雷小坤对于杀害朱红的事实供认不讳，甚至在一审判处死刑后都没有上诉。你说，既然上诉不加刑，他俩为什么不上诉呢？哎，这是个好问题。这个等咱们俩提讯他的时候，可以好好问问。也许这是2个敢做敢当的讲究人了。对了，这个人叫邹亮，是乔耀庭的小学同学。哟，赵警官终于言无不尽了。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他那个老同学，他在京港银行的信贷部工作。邹亮，来出去啊！
他是被谋杀的。他死于毒品注射过量，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清楚。那海港支队为什么会怀疑到你身上？现场除了到处都是我的指纹以外，海港支队还发现了我跟邹亮之间有一笔20万的转账记录。他跟我借钱，什么钱？而乔少廷给海港支队的解释是说，这个邹亮说他手头紧，跟他借了20万，但是没打欠条，也没有留下任何跟这事儿有关的文字和通信记录。好吧，虽说没有证据也不算什么，但总不能说他刚借了人钱，然后就把人给杀了。海港支队还在邹亮的车里发现了他留给乔少廷的银行财务单据，是朱红和他家属的。你给凶手做辩护，为什么要去查我们家上上下下的银行财务记录呢？看来你跟邹亮不是好久不见了。他到底是念的哪份情啊？还真的什么都跟你说。强律师，你那样做应该是违背律师职业道德，甚至违法的。我可以投诉或者举报你。无所谓。虽然在我的记忆当中你不是那种人，但人都是会变的，对吧？这事儿很有可能有违规违法的嫌疑，但是也不至于要到把你抓起来的地步吧？海港支队拿着这些记录去进港银行核实了，所有的单据都是伪造的。那就是说，公安认为是你出钱让邹亮制造了伪证，然后他以此要挟你，想要更多的钱，是这么个逻辑吗？海港支队向京港司法局核实过，这个案子德智所一共就收了10万块钱，他乔二廷花了20万去找人造假，权贵世家律师都这么会算账的？我看他自从参与到这个案子里啊，他的沉没成本可远不止20万。我觉得这个乔少廷可能有点赌徒心理，他失去的越多，执念就越重。执念？他有什么执念啊？玩是吧？是不是不听话？是不是多久？滚过去！我觉得王博、雷小坤不是故意杀人。乔律师，你仔细看一下，非法拘禁和故意杀人这2个罪名很容易发生牵连或竞合，但在这起案件中，被害人遇害显然不是非法拘禁导致的一种严重后果，而是被告人故意实施的行为，所以应当按照故意杀人论处。就算是故意杀人，那也是未遂。这下麻烦大了。我认为朱红并没有死。哎，我正打电话找你呢。主任，疏购公司不再和咱们续约长天法律顾问这事儿了，你知道出了什么情况吗？不是连合同都已经准备好了吗？合同今天给退回来了，小顾打电话和那边联系了，那边的财务说暂时不考虑和咱们续约的事儿。之前肖律师处理过他们公司一个事儿，回头我问问疏购的刘总。刘瑞被抓了。什么？疏购集团向公安机关报案了，就把电购那边的刘总给抓了，好像是涉嫌职务侵占一类的。这肖律师最近经手的案子，我怎么有点看不透啊？你也不想想他身边是谁，有什么可看不透的？
大白天的，两个大老爷们儿又是同行，你这整了个那什么似的。这样外面的人就不容易看到咱俩，就能显得更奇怪，幼不幼稚？咱俩又没什么了，瞎心虚什么呀？真的没什么吗？哎，那输购公司是怎么回事？输购啊，是不是我们所新接的那个常年法律顾问？你少跟我装蒜，你到底是哪头的呀？你这就没意思了啊！大家的想法不都是一样的吗？怎么讲？追求利益最大化，同时把风险降到最低。你可别忘了，会这么想的可不止咱俩。那个肖律师可不简单。你跟我说过啊，这个肖律师是可控的。没有，我只是告诉你，他是可牺牲的。这个贩毒案的辩护思路，我还是看看能否在那个没被认定的立功表现上做文章吧。可当时氯胺酮就是没被纳入毒品啊，这文章怎么个做法？看从哪个角度上说啊，氯胺酮有可能对人体发生作用的最低致死剂量是500毫克。1克就能杀死俩？王明检举马啸俊的行为，从法律上并不构成立功，但是客观上呢，他阻止了有可能使5400人致死剂量的国家管制类药品流入市场，这是一种积极正向的协助国家司法机关的行为，也和刑法中鼓励嫌疑人检举立功的精神是一致的。你这个春秋笔法，那照这么一说，王明可以无罪释放啦？勉强也就是个闻过是非，而且我也不认为合议庭会采信。你电话。薛律师，麻烦您下次打电话来，先发个消息问我方不方便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输购的法律顾问我拿下来了，顾问费是上付的。说好的那一半，我是转账给你，还是给你拿现金？转账有记录，现金吧。但是我又不想见你，怎么办呢？您可以叫别人来取啊，或者我让高伟给您送过去。我想想吧。真是奇了怪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就不关心你的那一半是多少钱吗？我挂电话了。你就那么讨厌我吗？咱俩可是合作伙伴哦。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已经有新的合作伙伴了。